大家都知道，大谷翔平是那种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对吧？一个真正的独角兽。但如果我跟你说，他那种吓死人的表现，不单单只是靠天分，而是来自一套像工程学一样精密的个人系统呢？今天我们就来把它拆开来看看。好，我们先来看看大谷翔平身上一个最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你想想看哦，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一个投手用尽全力投完一场比赛，隔天打击表现应该会变差，对不对？体力都耗光了嘛。可是大谷完全是反过来的，他的表现根本就是颠覆了我们对运动员极限的所有想象。你看看这个数据，这简直太扯了。WRC Plus 这个数据，简单说就是衡量一个打者有多强，100分就是联盟平均水准。你看哦，大谷平常的150就已经是超级精英等级了，但最夸张的是，在他投完球的隔天，这个数字竟然直接飙到206。哇，这真的不是巧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来研究的惊人现象。所以说，这很明显不是运气好，这背后是一套经过精心设计的系统。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拆解，看看支撑它这个不可思议表现的4大支柱是什么。好，第一根支柱就是他独特的许容量哲学。他身体能这么强，背后的逻辑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重点从来就不是要练得多大只多壮，而是要怎么变得更有效率。大谷自己把他的训练目标叫做增加身体的许量，这是一个日文词 QU6， 意思大概就是身体最根本的那个物理容量或耐受度。你看，他追求的不是一直长肌肉，而是在现在这个身体框架下去打造一个性能更强、马力更大的引擎。这个对比就非常清楚了，对吧？很多运动员的想法是，我要变强，那我就要增重，吃壮一点。但大谷的策略完全是另一个层次，他要在维持一样体重的情况下，去增加他能举起来的重量。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他变得更有力、更有爆发力，但同时他的速度和敏捷度一点都不会被牺牲掉。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根支柱，一个控制的系统。它到底是怎么透过一种可以说是近乎苛刻的日常纪律，来保护跟最佳化他身体的许容量？为了把所有不确定因素跟做决定的疲劳降到最低，大谷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大谷泡泡。他的生活基本上就简化到只剩下2个地方：球场还有家里。你想想看，这种自我隔离就是为了把所有的精神跟体力100%全部都灌注在球场表现上。你看他一天的时间表，这不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这根本就是一个为了巅峰表现跟恢复精密计算过的生物工程时间表。这里面最有趣的一点哦，就是他特别保护了下午的恢复时间。你没看错哦，那个1到2个小时的午睡，对他来说是绝对不能少的。对大谷来说，恢复这件事绝对不是等到训练完才想的事，它跟训练本身一样重要。他自己就说过，睡眠是我的第一优先。你看，他非常非常清楚，真正的成长跟进步其实是在睡觉的时候发生的。好，有了强大的身体，还有超强的纪律，那接下来就是第3根支柱了，要怎么为这一台超级机器注入最精准的燃料？大谷的饮食就跟他训练一样，也是超级科学的。那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不是傻傻的听别人怎么说吃什么，他根本就是自己的营养师。你看，早在2018年，他就跟球队高层说，我自己研究过营养学了，你们不用特别为我准备什么。这就表示他从一开始就把主导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上。他掌握了几个最基本的原则，比方说早餐就是很简单很高效率的米饭配鸡蛋，提供最纯净的能量。
然后在休赛季，他为了控制体脂肪跟身体的发炎反应，曾经透露过他一整个冬天连一口烧肉都没吃，而且他常常自己煮饭，为的就是100%掌控吃进肚子里的每一样东西。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回头去支持他的那个许用量哲学。好，再来是第4根支柱，打开他的2刀流工具箱。我们来看看他到底都用了哪些有科学根据的工具来微调他这副又要投球又要打击的精密身体。他有一个关键的训练技巧，叫做不稳定负载训练。这文字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但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去启动那些在你投球打击的时候，默默在保护你身体的深层稳定肌群。它最主要用的工具就是这个水球，你看，它就是一个里面装了半满水的透明球。当他拿着这个球模仿投球动作的时候，里面的水会晃来晃去，这就创造出一个不稳定的重量，这样就会逼得他的核心还有肩膀的肌肉必须不断的工作来维持稳定。这东西其实不贵，但对于提升动态稳定性跟身体控制能力来说，效果超级好。那打击方面呢，它用的也是现在最顶尖的科学方法，像是那个很有名的 Driveline 训练中心推广的模式，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打造更快的挥棒速度，还有更强大的力量。在它的武器库里面有2样法宝，第一个是加重球棒，这就是利用超负荷原理来训练身体去产生更大的力量。第二个就是不断的去打高速发球机的球。这不只是练打击这是在训练他的神经系统，让他随时都准备好去面对大联盟投手那种等级的火球。好，所以说，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到底代表了什么？当你把许荣亮的哲学、极致的纪律、科学化的燃料，还有这些精准的训练工具，全部都组合起来，你最后会得到什么？你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一个体重一直维持在102公斤，却能够产生世界顶级力量的运动员。他的力量来源不是靠体型去硬撑，而是来自于一种，我们只能说是无与伦比的身体效率。所以这就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大谷翔平的成功是不是已经为未来的顶尖运动员写下了一份全新的蓝图？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未来运动员的巅峰可能不再只看你的天分有多高，而更多的是看你能不能为自己打造一套经过完美设计的个人卓越系统。大谷翔平不只是一个伟大的球员，他给我们的可能就是那份通往伟大的设计